在以前的视频中曾经分享过，上帝为人划分了地土疆界，使人有秩序地生活在其上，享用土地。经文是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，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，那是先人所定的。这疆界的概念呢，大到国家，小到家族家庭。以前建造的城堡更是象征着权力保障的意思。疆界是上帝设立的，但打破疆界呢，也是上帝的旨意。因为传道书中有这样的话：生有时，死有时；栽种有时，拔出栽种的也有时。圣经中有一个特别涉及疆界的著名的篇章，那就是出埃及记。对于埃及来说，红海就是埃及的疆界，上帝要领他的子民从那里出来，但上帝却要尊重埃及的疆界，因为那秩序也是上帝所建立的。不过上帝也要埃及人尊重上帝的权柄。自然法则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疆界，人的权柄是在自然法则之内，上帝的权柄是在自然法则之外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法则被打破的时候，所启示的那就是上帝的能力，因为他有超越自然的权柄，圣经称之为神迹。摩西在埃及实施了神迹，只是为了使法老知道这是在高天之上的神的旨意，上帝无意伤害埃及人，由此体现出上帝对法老权柄的尊重。我们注意到头几灾都没有出人命，仅仅是经济损失。其实最关键的是人精神层面上的疆界，如同两军只是对垒，不算为战争的爆发。上帝在埃及法老面前显示自己的权威之后，法老仍旧选择与摩西抗争。一个关键的地方是法老开始威胁摩西的性命。经文是说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再见我的面，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，你就必死。法老超越了他的疆界，要威胁摩西的性命，埃及的疆界也因此被突破了。埃及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那就是长子的死亡。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那个红海是埃及的疆界。埃及的军队追来的时候，上帝是用火柱在沙漠中拦截他们，但却没有攻击他们，因为那里仍然属于埃及的疆界。而当上帝为以色列人开了红海，露出无水的海床的时候，那是上帝的作为，所以那海床是无人所能踏足的地方，是属于上帝的。所以当埃及的军兵毫不犹豫地进入海床的时候，那所意味的就是挑战上帝，同时也越过了属于埃及自己的疆界。于是杀戮开始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向海伸手，使水回流到埃及人身上，流到他们的战车和马兵身上。耶稣讲过一个凶恶园户的比喻，说有个家族呢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围上了篱笆，然后租给了园户，自己就往国外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呢，他打发仆人来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呢拿住了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又打死一个。后来园主派了自己的儿子来了，也被他们杀了。那么园主该怎样报复那些园户呢？经文是说，要下毒手毁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租给那些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这个比喻的一个意思呢，是说这个世界有一个结局；另一个意思是说这个世界呢有一个终极的主人，那就是上帝。但世界呢也同时有一个经营者，如同比喻中的园户。这个园户呢是与上帝为敌的，不断地迫害那些上帝的仆人。马太福音的24章，耶稣说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也就是说，上帝所计划的那个结局来到之前，这个目的要先达到。而福音呢要传遍天下，这就如同耶稣比喻中的收割庄稼，而那些工人们又是如同那凶恶园户比喻中的园主派去收果子的仆人。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？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
在以前的时代，那些传教士都经历过被迫害、被杀害的事，如同故事中收果子的仆人被打、被杀。但是如今呢，这样的事好像不再有了。那比喻中的园户呢，就是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恶者。其实他的攻击呢，并没有停止，只是改变了方式而已。在今天的社会，人一切的需要，似乎这个世界都能够满足，已经不再需要信仰就可以生活得很好。同时，为了让世界接纳自己，人在信仰上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妥协。总之，信徒的生命中逐渐的缺少了见证，信徒只满足于教会里面履行宗教的义务，很多人的信仰已经变得不再真实了，信仰的疆界也已经变得模糊了。据美国人的统计，教会里面的人的离婚率与教会外面那些无神论者的差距并不大，所以对耶稣的那个要求对万民做见证是没有能力的，同时认为收割庄稼是与自己无关的，这就是一种既没有力量又没有责任的光景。上帝在为亚伯拉罕的祝福中有这样的话：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，就是用得着敌方的城门来表达得胜。而从疆界的角度呢，城门呢就是一个国权力的疆界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征战，不仅仅是防守，甚至是进攻性的，是突破敌方的疆界。而今天的情形呢，似乎是反过来的，就是那些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很多是活在一种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责任的光景之中，如同战俘营中被捆绑的俘虏一样。圣经讲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行了很多医病的事，耶稣也曾称病是撒旦的捆绑。人呢，因为疾病而失去了生活的能力，被比喻为捆绑。而今天的时代呢，信徒因为长期陷在安逸的生活之中而失去了信仰的能力，同样也是一种捆绑，失去了为主人收割庄稼的意愿与能力，更谈不上征战的勇气。在马太福音的28章，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：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耶稣讲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，那是他给人的应许，需要人凭信心去支取。然而圣经中所讲的信心，很多时候却被人当作一种心理的安慰剂，这就是今天信徒的一种普遍的情形。仇敌的目的就这样达到了。圣经中有这样的教导：我们的征战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。在出埃及记中，我们看到法老是通过使以色列人恐惧的方式，使他们安心在法老手下做工。所以当他们提出要离开去敬拜上帝的时候，法老立即发布了惩罚的措施，使他们做砖却得不到草，工要完不成呢就要被挨打。这种政策使人明白，只有循规蹈矩才是最安全的，而不要冒险，冒险就要付上代价。从属灵世界的角度，那法老不仅仅是法老，隐藏在他背后的是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它同样也存在在今天的世界上，同样带给人恐惧，迫使人接受现状，生活在循规蹈矩的日子里，而不敢去突破任何的疆界。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当人的思维模式被塑造了，就很难去突破。那个思维模式呢，就是疆界。曾有位西人牧师讲，在他的会众中，有些人思想着是否换工作，是否改变职业，甚至是否开自己的生意。但这些人呢，抱着这种想法已经很多年了。不是说他们没有祷告，而是说他们缺乏的是勇气，因为原有的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，给人安全感，那就是一种疆界。人要想突破这个，那么需要勇气才行。而信心呢，却不是在日常的事情上，而是在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上。只有人在挑战不可能的时候，才能经历可能的信心。19世纪的布道家 George Mueller 讲过这样的话：
信心不在可能的领域内运作。人所能做的事呢，并不能荣耀上帝。信心开始于人力量终结之处。分享一个自己经历的故事。那是2年前，我因为一个工程呢，从商店里买了一车的砖。晚上检查收据的时候，发现了问题。这种标准尺寸的砖呢，应该是属于比较便宜的，但费用却是按照另外的一种比较贵的价格收的。我当时没有核对价格，所以晚上思想这个事的时候就很愁烦。因为砖的上面没有条码，也没有证据说明这是收款员的错误。虽然为此祈求过，但上帝呢好像没有给任何的应许。接受现状是最容易做到的。人的思维模式呢会惧怕那种被拒绝失败的感觉，而圣经中有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的话。相信的意思就要敢于尝试，只要是当做的，并且盼望那个好的结果，而不要怕那个不可能。有句英文谚语 To try and fail is not as bad as never to try at all。 那个意思是失败总是没有什么都不做的那么糟糕。由于疫情的风控呢，所有的退换业务都关掉了。不过当时商店里出来一个人，他最终决定在我的收据上签了个字，而凭着这个呢，几个月以后终于拿到了退款。信心是一种冒险，但冒险呢不都是因为信心，可能那只是自信。以斯帖记中有2个人物，一个是前王后瓦实提，一个是之后的王后以斯帖。那个故事的起因呢，是因为王要王后瓦实提在众人面前展示她的美丽。经文说，瓦实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来的王命而来，所以王甚发怒，心如火烧。那个人最后被免去了王后的名分，而且永远不能再出现在王的面前。以斯帖也曾有过贸然觐见王的经历，只是因为王赦免了他。前一个王呢是出于自信，冒险违背王命；后一个呢违背王命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。在雅各的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形。雅各呢是因为得到上帝的启示而决定从拉班那里逃跑。3天后，拉班得到消息，决定追赶。他这样做是有所图谋的，是要抢回属于雅各的牛羊。我想他一定有这个自信，才决定去追赶。一个是信心，一个是自信。拉班没有得到他所要的，并不是他的自信有问题，或许在其他的时间场合都可以成功，但在这里只是因为上帝的介入。同样的呢，我所分享的那个退钱的事，也不是一种成功的公式。我相信还是因为上帝的介入，因为他看重人的信心。所以信仰的经历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心灵鸡汤，而是真实的，那是经历上帝介入的人生。